发现最难离开的地方，有时候根本没有锁。乐佩住在一座很高很高的塔里，没有门，也没有人守着他，甚至他有一头可以垂到地面的长发。如果他真的想离开，他其实可以离开，可是他一直都没有，因为真正困住他的从来不是那座塔，而是他心里那个已经听了很多年的声音：你不够好，你一个人不行，外面很危险，除了我没有人会爱你。如果你也曾经明明可以离开，却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再忍一下就好，那么这个故事可能也是写给你的。乐佩从小住在一座很高很高的塔里，高塔没有门，只有窗，窗外有星星，有灯火，有远方王国的喧嚣，但他从来没有下去过，因为有人告诉他外面很危险，你会受伤，只有我会保护你。于是他学会了一件事，待在这里比较安全，就这样待在原地吧。你有没有曾经也有一座这样的高塔呢？不是真的有石头堆叠成的，而是一段走不出去的关系，或者是一份离不开的工作，又或是一种这样过下去就好了的念头。很多时候，你以为困住你的是高塔，其实是恐惧。乐佩在高塔里什么都不缺，有书，有画，有阳光从窗户洒进来的下午。他每天画画，唱歌，把长长的金发编成辫子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，其实他并不快乐，但他已经忘记不快乐是什么感觉了，因为不快乐久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，就像房间里的灯坏了一盏，一开始你会觉得暗，久了你就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的亮度。乐佩没有想过离开，因为有人告诉他，你一个人不行。那些话他听了很多次，多到后来那些话不再是别人的声音，而是他自己的声音。他开始在每次想探出头看的时候，自己就先缩回来了。他开始在每一次心里有一点点也许我可以的时候，自己却先说了算了。他退让了很多年，退到后来他以为退让就是爱，以为安静听话不吵不闹就是乖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那座高塔从来没有锁，门一直都在，只是他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走过。夜深了，乐佩坐在窗边，风吹进来有点凉。他闭上眼，脑海里浮现的不是窗外的星星，是一个声音。那个声音说你不够好，那个声音说你会搞砸的，那个声音说除了我没有人会爱你。曾经属于别人的声音，现在属于他自己。真正困住你的，有时候不是那座高塔，而是别人留在你心里的声音。这是最难的部分，因为你以为你已经离开了，但你发现那些人的声音还在你的脑海里，像一个自动播放的录音带。每一次你想往前走的时候，轻轻地说你不行的。乐佩抱着膝盖，把脸埋进手臂里，她的金发垂到地上，像一条很长很长的绳子。其实只要她想，她随时可以顺着头发爬下去，但她没有。有时候最难离开的不是那个伤害你的人，
而是它留在你心里的声音。我们常常以为困住我们的是那个人、那段关系、那个环境，但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困住你的是你心里那个也许我没有资格更好的念头。那个念头是别人很久以前种下的，你只是太久没有机会把它拔掉。有一天晚上，乐佩没有睡着，他看着窗外，远方的王国亮着一盏一盏的灯，那么小，那么远。他忽然想知道，如果自己走下去，那些灯火会不会也有一盏属于他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见塔下有一个小小的身影，是一只小羊。小羊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它只是安静地坐在草地上，抬头看着那座高塔。乐佩小心翼翼地问：你在看什么呢？小羊抬起头：我在看星星。乐佩愣了一下：你看得到吗？小羊笑了笑回说：看得到。有时候抬头看久一点，才会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大。乐佩听完后没有说话，小羊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安静地坐在塔下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羊问说：乐佩，你喜欢住在那座塔里吗？乐佩张了嘴，却没有回答，因为他突然发现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住在那里太久了，久到已经分不清楚喜欢和习惯到底有什么不同。小羊没有再问，他只是轻轻说：不知道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想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要什么了。他习惯了被给予食物，被给予衣服，被给予这是为你好。他忘记自己也可以想要什么，然后去追。乐佩看着那些灯火，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，那个声音说：我想下去看看。他吓了一跳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经过任何人同意就产生了念头。他开始哭，不是因为难过，是因为感觉到自己还活着，感觉到心里有一个地方还没有完全熄灭。乐佩拿起剪刀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他的手在发抖，剪刀开了又合，合了又开。他低头看着那头陪伴自己很多年的长发，又看向窗外，小羊还在塔下，他没有催他什么时候下来。乐佩忽然想起他的话：不知道也没关系。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忽然明白，自己害怕的也许从来不只是剪掉头发，他害怕的是那个剪掉被需要的自己。因为他的价值只在于这头发，那么剪掉以后，他还剩下什么呢？他想起那些年听过的话：你太贪心了，你太敏感了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个人不行。那些声音像一层又一层的茧，把它包在里面，茧很柔软，却让他没有办法呼吸。乐佩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剪刀剪了第一下，一缕金色头发落在地上，像一束光从他身上离开了。乐佩没有听，他继续剪，一缕一缕又一缕，每剪一刀，他都以为自己会哭，但他没有。他感觉到的是轻，头发变轻了，心也轻了。那些缠绕在他身上的别人的期待，别人的恐惧，别人的声音，随着头发一起落在地上。他剪完了，短发乱乱地贴在耳。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有一点不认识，但那个人在笑，一个很小很小的笑。
他将剪下的长发编成一条长长的绳子，从窗口垂了下去，然后他顺着那束头发一步步爬下去。不是因为有人来救他，而是因为他终于相信自己可以走出去。乐佩顺着头发爬下来，脚第一次踩到草地，他站了很久，好像第一次知道原来土地是这么柔软。他回头看向灯塔，高塔还在，可是这一次他站在塔外，小羊就在不远处。乐佩看着他，小羊笑了笑说：“你做到了。”乐佩摇摇头：“不是你救我的。”他看着自己的脚说：“是我自己走下来的。”小羊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。”草是软的，风是凉的，空气里有它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。故事到这里，不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因为真正的离开，不是从此没有风雨，而是你终于知道，风雨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走了。乐佩往前走，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，但他知道这一次每一步都是他选的。乐佩往前走，小羊陪在他身边。如果你也有一座高塔，如果你听见过那个声音，我想跟你说，你不需要一直困在那座塔里。也许真正的陪伴从来不是替你走完那条路，而你在害怕的时候，有一个声音可以告诉你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来，我会陪你。所以今晚，如果你自己也有一座高塔，不必急着逃出去，先看看窗外，先听听自己的声音，你可以一步一步来。